Hello， 大家好，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为了新年讨一个好彩头，讨一个开门红，分享一款特别好的面包。光看样子就知道这款面包已经非常好吃了。不但好吃，而且这款面包的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制作起来还特别出数，制作一次满足全家1周的早餐。接下来就来分享这款红豆排包的做法。首先在打蛋桶中加入500克的高筋面粉，50克的白砂糖，30克的奶粉增加面包的奶香味儿，加入5克的酵母粉，然后材料里再加入2个鸡蛋，这款面包用纯牛奶来和面，220克左右的纯牛奶。好了，加入完所有的材料进行第一次打面。第一次打面不需要太长时间，只需要把材料打成一个面团就好了。就像这样的面团，因为后面还需要再添加2种材料。第一种黄油30克，食用盐2克，然后进行第二次打面。第二次打面时间较长，需要20分钟左右。做面包嘛，需要把材料打出手模。好了，这个时候的材料就准备好了，这也是一款面包的基础配料。经常来看视频的伙伴肯定都熟悉了，把面团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在一旁自然松弛30分钟。接下来准备一份包酥用的黄油，特别的简单。准备80克的黄油，再取来一张油纸，把黄油铺在这个油纸上面，油纸叠起来，把黄油盖在中间，用这个擀面杖把这个黄油给它擀开，擀成大概这种边长16、7公分样子的薄片。擀好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层储存起来备用。那到这里食材就已经准备完了。为了让视频越做越好，我尝试在每一个重要的段落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进入制作阶段，前期的步骤很简单，让老爸坐着，大家看着，我来总结一下前面那一段落。首先在这款基础配料上，糖用了50克，这款面包面粉中的含糖量是比较低的。第二点，关于醒发，现在北半球的气温开始回升，我们不需要用种种法去做面包了，可以用直接法去做。酵母粉的用量是面粉的1%就够了。第三点这款面包需要包酥，我们用到的黄油在随着北半球的气温开始上升，操作的时候特别容易融化。擀好之后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层保存。第四点，随着温度上升，我们和面的时间、出手模的时间会有下降，所以和面的时候要注意，面打过了就翻车了。好了，回到视频当中，取来松弛好面包的面就不需要再揉它了，用一把小刀给它划开一个十字，擀的大小就是刚好包入刚才的那张黄油片。那这样我们就要不断配合的少许的干面粉，用轻压轻擀的方式把这个包有黄油的面给它擀开。为了防止擀的时候黄油流出来，最好这个包口冲上，这样擀的时候它就不会漏。做这款面包它比较简单，不像做牛角包需要开好几次酥。这款红豆排包它只需要开2次酥，它的难度会下降很多。首先把包有黄油的这个面团给它擀开，给它折成3折，然后再擀开，再折成3折，然后再擀开就好了。之前在做牛角包的时候开了好几次酥，很多朋友都懵了。我觉得这么解释应该还是比较明白的哈。那最终我们要擀到多大呢？我们擀好之后先来比一下，大概是和我们用到的烤箱的烤盘差不多就好了。那这次的烘烤呢，是用了一个32升的烤箱，应该很多朋友家里都是这么大的烤箱。这里这一步叠起来只是比量一下，要把它再打开，不是再继续擀。好了，这款面包的灵魂来了，取来蜜红豆，大概有半斤250克。用到的蜜红豆是从超市里买的现成的，我们也可以自己煮一些，用蜂蜜腌制上，然后在中间取1/3平铺一半的蜜红豆在上面。铺好之后给它叠一层，用擀面杖轻轻的压一下。接下来把剩余的一半蜜红豆也铺在上面，配合一点点的干面粉，用擀面杖把这个面和蜜红豆擀得更紧实一些，不需要太使劲，轻轻的就好。最后取来烤盘，适用于32升的烤箱，然后比一下大小，差不多就好。接下来的下一步，取来一把刀，横着把它从中间切开，
然后间隔大概有每 2.5 公分给它切开一次。好了，切好之后取过来烤盘，烤盘记得铺上烤盘纸，然后每2条合成1条，平铺在这个烤盘上，记着切面冲上。紧接着就需要醒发，放在烤箱里，有醒发功能的很快就会醒发好，没有醒发功能的放在烤箱里让它自然醒发。不用醒发太大，醒发到体积膨胀5至6分就可以。醒发好之后取出来，最后刷上一层全蛋液在上面。刷好之后送入烤箱。先来说一下烤箱的温度设定，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60度，下火160度，放在烤箱的中下层烤20分钟左右。如果在烘烤的时候还没有到烘烤时间，上层上色比较严重，可以用一张锡箔纸轻轻的盖一下。刷完鸡蛋液之后，可以在上面撒一层白芝麻进行装饰，增加它的口感。还要总结一下第2步制作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首先用到的这个烤盘的大小是长32厘米，宽16厘米，高边的烤盘。这种的烤盘一般是配套32升烤箱用的。如果是32升左右的烤箱，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配料，不是很影响。如果是烤箱太小，就需要根据烤箱的大小去减少相应的配料。如果是烤箱太大，70升的烤箱、80升的烤箱，做一个这么大的面包吃不完，那肯定会浪费。那你可以沿着大烤箱的烤盘的一侧去摆，把另外一面空着就好了。烤出来的面包样子可能不是很好看，但是不影响它的味道。第2个问题，醒发的问题，醒发5至6分，就是它的体积膨胀50%到60%就好了。这款面包还不需要1发，所以它的口感是比较紧实的。如果面包做好了，隔天会变硬变干，这是面包在醒发的时候湿度不够。如果家里没有醒发箱的情况下，可以在烤盘里放一盘温水，增加烤箱内的湿度。虽然不能完美解决，但是在家里做已经非常好了。好了，这款面包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老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鼓励一下，谢谢大家。当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和时间点也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